这是刘大成的孙子。104岁的远征军老兵秦福亭，临终前竟奇迹般地见到了营长的孙子，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心愿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23年1月12日，四川的志愿者钟伟告诉我，老兵秦福亭因病住院，情况很不好。前一天晚上，老人把儿子秦树明叫到床前，安排后事。说到最后，老人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说，他想见见营长的后人，他想把营长是怎么牺牲的，以及营长最后的遗言告诉他的家人。没有保护好营长，秦福亭内疚了一辈子，希望我们能帮忙寻找。我知道秦福亭是因为一张左手镜里的照片，我曾经怀疑他是不是假老兵，一个军人怎么连基本的敬礼都会错。直到了解他的经历，我才明白，那只抬不起来的右手是一位士兵无声的荣耀。1941年夏天，19岁的秦福亭在河边拉纤被抓了壮丁，加入第6军39师115团。虽然不是主动参军，但战场上秦福亭十分英勇，在一次白刃战中为营长刘大成挡住了日军的刺刀。后来部队退回云南弥渡，秦福亭进入滇西干训团受训，毕业后成为115团冲锋连3排排长。1944年5月12日，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，拉开了滇西大反攻的序幕。怒江边的山路窄处不到1尺，脚下就是深渊。秦福亭亲眼看见同乡杨福安失足滚落悬崖，他的营长刘大成在和敌人拼刺刀时，不小心踩到了碎石上，滑落山崖，奄奄一息。在临死前，他留下一句遗言，正是这句遗言让秦福亭从一个纤夫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后来秦福亭受了重伤，在野战医院住了40多天后，伤口刚愈合，他就去追部队，一路打听，终于在芒市南天门追到了115团，全团1500多人，最后只剩下47人。秦福亭抱着幸存的战友，哭到发不出声音。他加入兄弟部队，继续参加还未结束的滇西大反攻。72年后，99岁的秦福亭重返滇西战场，在怒江边上，他扶着铁索失声痛哭。他说，那时候的江水都被血染红了。后来我为志愿者秦福亭敬礼，为什么用左手？对方告诉我，滇西那场白日战，他被刺中胸口后，右手再也抬不起来了。我为自己此前的轻率感到无比的愧疚。秦福亭的营长名叫刘大成，回族，甘肃人，要凭这10个字找到营长的后代，犹如大海捞针。但是看到志愿者给我发的老兵躺在病床上的照片，我想我一定要帮他完成最后的心愿。在战场上阵亡的营长多半是黄埔军校毕业的，于是我们的伙伴们连夜查询名单，果然找到一位名叫刘大成的军官，档案信息上显示他毕业于黄埔14期，回族，唯一的出入是籍贯是陕西安康，而不是甘肃。我再次为秦福亭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营长绝对是甘肃人。据我的亲眼判断，这个刘大成大概率就是秦福亭的营长，籍贯的出入或许存在其他的原因。1月13日晚，我们发布了寻亲视频。安康市退军数据的同志连夜行动，深夜12点找到了刘大成的孙子刘小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电话给刘小勇，他说爷爷是新39师115团营长，牺牲在云南，回族，115团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名叫刘大成且牺牲在云南的回族营长了。我们认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投笔从戎参军，最后牺牲了。我问他愿不愿意来四川见见爷爷的战友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有些犹豫地说可以。虽然刘小勇答应了，但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不愿意说他家住在哪里。志愿者上门后才发现，刘小勇双腿残疾，一个人生活，家里很乱。我本人也没有工作，就是靠发点低保金生活。我告诉刘小勇，他前往四川的所有费用我们来负责，而且以后会给他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。刘小勇拒绝接受，他说他的爷爷是一名军人，他怎么能接受别人的施舍？我告诉他，这不是施舍，
这是一份致敬。你们家把一条命献给这个国家，我们来出点钱是应该的。这句话最终打动了刘小勇。出发的前天晚上，刘小勇一夜没睡。这几天休息也是，确实也没休息好，哈哈。可是不过我们还是有精神。我爸就是他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，我爷的妻子和他的母亲2个人，一家人卖挂面抚养我爸。爸爸也曾经想去云南寻找爷爷的埋骨之地，但去哪里找一无所知。有时候过年喝多了酒，爸爸会无比心酸地说：“他指他自己，就没有得到父亲很多的爱。”2005年，刘小勇的爸爸去世，临终前他叮嘱刘小勇，记得请阿訇给爷爷诵经，这是回族对亡者的祝福。完了以后，把后面一转过来拍慢跑。1月15日晚上，刘小勇坐上开往四川青神县的火车，医院传来消息，秦福亭情况很不好。那一夜，很多关心这件事的志愿者都没睡，默默等待着一个团圆。出行相当不方便，哎呀！次日下午，刘小勇赶到医院，刘爷的孙子和刘爷的儿子，秦福亭的儿子秦树明等在门口，一把握住他的手，眼泪直流。保重。所以说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他云长的后人，中国的牺牲呢，他都没有忘记。找了很多年，活活把你们找到了。那个他在放哪儿？第二天都是说第二天。那个老秦，找到了过后，坐。当刘小勇来到病房，看到秦福亭时，他突然踉跄地从轮椅上站起来，扑到秦福亭的床前。他是唯一的孙子。我看到你，就跟看到我爷一样。你不要激动，看到了就了解了你这辈子的心愿了吼。秦福亭张大着嘴巴，喘着粗气，他已经无法发出言语，但从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到，他是在哭。对，爷爷在这送一个红包。好，你接着。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。爷爷的一点心意。加油！接到。我不想叫老人太高兴，哎呀，我害怕他激动，那个着急，知道吗？儿子俯身问他像不像刘营长，老人用尽全身力气点了点头，吐出2个字：像。行了，这样激动。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一句话。2天后，秦福亭平静离世。重逢那晚，刘小勇和秦树明喝了一场酒，2个原本陌生的人在酒里认了亲。在秦树明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，那就是自己爸爸一直说营长是甘肃人，可为什么档案信息显示的是陕西人？刘小勇说，秦爷爷没有记错，他的祖籍就是甘肃。而在刘小勇心里同样很好奇一件事，那就是自己爷爷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。秦树明举起酒杯，将酒缓缓地洒在地上。我听我爸爸说过无数次，当年刘大成营长鬼下山崖，战友找到他时已经奄奄一息，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：多杀敌，保卫国家。秦福亭去世的前天晚上，我给他的儿子秦树明打电话，希望他问爸爸认不认识115团的3营营长王春泉。6年前，我们在滇西找到了他的遗骸和墓碑，后来又找到了他的家人。他的儿子说，老人听到王春泉的名字无比激动，使劲的点头。我接着让问赵之贵，老人又点了点头。赵之贵是115团2营6连连长，阵亡于滇西大反攻的长青坡战役。赵之贵的孙女告诉我，因为爷爷的档案资料中写着伪军一词，至今他们无法申请到烈士证明。我继续问，认不认识胡醒汉？胡醒汉是新39师116团1营营长，和秦福亭同属新39师，但不在一个团。秦树亭告诉我，之前有志愿者来探访时，曾向他打听过这个人。爸爸知道他牺牲在了滇西。胡醒汉是湖北通城人，黄埔军校毕业。在走上战场的时候，他在黄埔军校同学录的扉页上写下一句话：
日寇一日不灭，奋斗一日不止。2021年，江西新余抗战博物馆偶然收藏了这位同学录，志愿者查询档案，得知他在滇西大反攻时阵亡于云南龙陵。后来又找到他的女儿，再找竟然在当年的战场附近找到他的墓碑，墓碑是在荒野发现的，被当地的博物馆收藏。我曾约他的女儿去云南祭拜父亲，没想到在出发的前一天，女儿查出癌症，住进了医院。女儿委托我们向爸爸献上一束花，上面写着：爸爸，这是我第一次称呼你，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，等着我来接你回家。等待接爸爸的女儿却最终失约。春节前，我们将组织中国远征军反攻路线考察活动。这次云南之行前，我联系胡英的女儿，希望约她一起来祭拜爸爸，却得知消息，他于4个月前刚刚去世。王春泉、胡显汉、赵志贵以及刘大成，这么多已经淹没于历史长河的小人物，又慢慢串到了一起，让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2天来回家了。